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最近呢，美国长债的收益率又回到了5%左右这个区间了。这个收益率看起来还挺吸引人了，是不是想要买一点呢？但是其实也在担心，万一买了之后利率变化，比如说通胀上升了，利率继续走高了，会不会就买亏了？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跟大家聊一下。第一呢，就是美联储对于利率的态度，未来是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大，还是加息有这个可能性？第二呢，就是特朗普在连任之后，未来4年他政策会不会引起利率波动的风险？第三呢，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投资一些美债，那怎么样降低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？当然，先放个免责声明，以下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大家还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投资。目前来看呢，美联储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，他们主要看2个经济数据，一个是通胀率，一个是失业率。通胀率呢，最近几个月的数据呢，其实还不错，虽然说在9月份之后，通胀率好像每次都有所提高，从2.4%一路加到了2.9%，但是12月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，通胀是2.9%的时候呢，市场反而是比较平静的，因为核心通胀率有所下降，从3.3%下降到3.2%。那核心通胀率呢，是通胀率减去食物和能源，这个数据下降了呢，就让市场对于未来通胀这个预期呢稳定了不少，所以说股市那时候还迎来了一波反弹。那失业率根据最新的数据呢，它也是在4.1%，整个2024年基本上都保持在4%左右这样子一个数据，意味着呢，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蛮健康的，一般来说5%以下就算是充分就业了。那结合这2个数据呢，美联储大部分官员是认为目前大幅降息的可能性呢不大。那如果降息太快的话呢，反而可能会引发经济过热的这个风险。所以市场上预期美联储在1月29日的会议上呢，大概率是不会降息了，利率应该会维持在4.25%到4.5%之间。不过今年还是有小幅降息的可能性，比如说6月之前可能会降个0.25%，但是大幅降息的概率呢就低了很多。既然大幅降息的可能性降低了，那等到特朗普总统上台了之后呢，他的经济政策会不会带来加息的风险？那我个人的看法呢，是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是不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第一任期，从2017年到2019年，他的主要经济政策呢，包括减税、加关税、驱逐移民、保护美国制造业等等。虽然说这些政策可能会对物价产生影响，但是其实当时通货膨胀率还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，不到3%，那失业率呢更加是一路下降到3.5%，创下了50年的新低。而且2017年的时候呢，利率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，0.75%。那美联储那个时候是有加息的空间的，来应对当时的经济过热或者是政策的一个不确定性。那个时候呢，也确实有小幅的加息，到2019年的时候呢，它也只加到了2.5%。但是现在2025年情况又不一样了，经历了2023年这一波的加息，虽然说2024年有一个降息的动作，但是目前利率也是在4.5%左右。那现在呢，还是处于一个高利率的阶段，高利率本身对经济就不是非常友好。比如说房贷高的话，房地产市场就比较低迷，那企业借贷成本高的呢，它的利润就会降低，企业发展就会受限，消费者也更加偏向于增加储蓄，减少消费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美联储再加息的空间就真的不是很多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特朗普的一些政治政策，说白了，他接下来第2任期的一些政治主张，其实就是他第1任期的2.0版，比如说减税、加关税、驱逐移民、保护美国制造业等等，这些政策其实在2017年到2019年就已经推行过了，当时呢也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飙升，反而通胀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3%以下的水平。所以说这次他的政策继续延续的话呢，应该也不会造成通胀太大的一个上升压力。总体来说呢，接下来加息的可能性是有，但是概率真的不大。那现在利率呢已经比较高了，再往上加的余地真的很小，而且特朗普的政策基本是延续以前的老套路，通胀的风险呢也不算特别大，除非是经济突然过热或者通胀飙了非常离谱，否则加息不可能是美联储的首选。好，如果说你觉得目前这个收益率还不错，比较心动，想要买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来降低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。
第一个呢，就是分批次买入，不用一次性把资金全部投进去。那你可以比如说定投，或者觉得价钱合适的时候买一点，那把资金分成几个部分，逐步买入。虽然说你买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价钱在高位，有的时候是低位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平摊你的成本。那如果市场波动过大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说一次性资金投进去了被锁住，没有办法动。第二个呢，是可以考虑一下短期的国债。虽然说短期国债收益率没有长期国债那么高，但是呢，它的灵活性比较大。美国短期国债的锁定时间呢，从1个月到1年不等。虽然说它的收益没有像长期国债4.9、4.8那么高啊，但是呢，也有4.3%左右了。又加上国债它可以免周税这一点，那其实长期来看的话呢，也是一个不错的利息收入。第三个方法呢，其实你可以采取一个国债的阶梯式的策略，这个比较适用于短期或者是中短期的国债，不适用于长期啊。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增加你的一个流动性，因为你有不同时间段到期的国债，这样子如果利率产生变化的话，你随时可以调整你的策略，或者呢，你就买入并且持有，不卖了。这么一来呢，利率再怎么变化都不会影响到你，因为国债它不管是中短期的还是长期的，它都有个到期日。中短期的话也就几个月到几年，长期最多也就是20-30年。虽然说20-30年还是蛮长的，但是你只要持有到期，那它中间这段时间的利息它都会按时给你的，到期之后呢，本金也都会还给你。至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是保本的。虽然说在这个期间，比如说你锁定那个长期的美债，那这个时候比如说股市特别好，或者说币市啊、黄金涨得特别好的时候呢，你失去了投资其他的一个机会成本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追求一个稳定的话，也可以拿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保守投资放在里面，赚取一个稳定的利息收入。最后一个方式呢，是可以买一些债券基金或者 ETF。虽然说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，因为它的好处呢，当然是灵活性比较强，你随时可以买卖。但是它缺点也在于它灵活性比较强。如果说市场的利率产生了波动，价格大幅的涨跌的时候，你控制不住自己，然后一买一卖之间，反而可能会产生一个损失。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太方便直接买美债，那可能是在海外的。那这个时候你说选一些债券基金，不管是短期的、中期的和长期的 ETF， 美债的 ETF 它都有。那你赚取一个股息的收入，或者是长期持有的话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目前5%的国债收益率呢，确实还蛮吸引人的。但是现在风险主要集中在通胀的不确定性和美联储未来的政策变化。但是这些风险呢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资产配置方法来控制。那大家在做规划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了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，综合考虑一下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对在美国的投资理财和资产配置感兴趣，想要系统的学习一下怎么样搭建自己的投资组合的话呢，那我的理财课正在报名，那视频下方有课程链接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